饮食如时尚，每隔2-3年就会有一个新的风潮。最近呢，戒糖抗糖风吹得正猛。过去12个月，抗糖在全淘宝上的搜索量翻了一番。那糖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决定展开一次追糖之旅。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世卫组织和大多营养学家们让我们少吃的叫做游离糖。有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就是糖啊、游离糖啊、添加糖啊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是在生产的过程中，还是说你自己在做菜的过程中，你往里面额外的去添加了这些糖分，那额外添加的就叫添加糖，这个很好理解，对吧？游离糖呢，它其实跟添加糖大部分是等同的，但是游离糖它又多了一种。像天然的这种蜂蜜啊，像糖浆啊，以及天然的果汁里面的这些，它天然存在的糖分，不是我们添加进去的，它其实也算游离糖。好的，游离糖就是添加的糖，加上像蜂蜜、果汁里天然含有的糖。看食物配料表里最常发现的游离糖有白砂糖，还有各种糖浆。之所以称为游离糖，是因为它是游离于细胞之外的糖。一个完整果蔬里也有糖，但是因为这些糖被细胞壁包裹住了，就不算游离糖。但如果你喝的是果汁，经过榨取，糖从细胞里跑了出来，就变成了游离糖。游离糖这种东西，它几乎不提供饱腹感，这就造成了你在摄入游离糖的时候是几乎没有节制的，一不小心你就会摄入过量，最后引起你的总能量摄入也是过量的。总能量过量就容易产生肥胖。也正因为如此，世卫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人体游离糖摄入量一致建议不超过每天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我吃的游离糖会不会太多呢？我现在要去超市买这周会用到的食材。我最近一段时间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饭的，然后这次我想要去看看，根据食品包装上面的标签来数自己的游离糖摄入会不会超标。但是等一下，标签上根本没有写有多少游离糖呀。其实要想算的话，真的也是可以算的。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配料表的一些基本知识。配料的顺序，它永远是从多到少的顺序，也就是说，前3样东西，大家如果看这里面有糖的话，总体的含糖量肯定就少不了了。饮料啊，像果汁啊、酸奶啊，或者什么乳酸菌饮料啊，像这些东西，可以近似的就把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给当成游离糖的含量，因为在这类产品里面，基本上其他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非常非常少，有碳水化合物基本上就是额外添加的一些糖类。饮食比较健康的一天里，我吃下去的游离糖主要来自佐料和零食。放弃健康的一天里面，我吃的游离糖主要来自快餐和精加工食品。过量摄入游离糖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现象，甚至是公共卫生危机。从1998年到2018年的20年间，我们中国人均每天消费游离糖至少翻了3倍。我们是天生喜欢吃甜食，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喜欢吃甜食。一旦人接触到甜食的话，人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嘛。这种愉悦感的话，其实来自大脑的一个奖赏系统，它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神经回路，然后也包括了一些激素和神经递质的作用。然后其中比较重要的神经递质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啊之类的。过量吃糖背后也有产业结构的原因。我们国家在90年代以前的糖消费一直是以甘蔗、甜菜所制的蔗糖为主，玉米薯类所制的淀粉糖为辅，产能一度堪忧。90年代后期，国家提出了农产品加工的产业政策，淀粉糖的规模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到今天，通过淀粉制造出的1吨果葡糖浆，可以比1吨蔗糖便宜2000块钱。这也导致了过去20年里的游离糖消费增长有2/3都是来自对淀粉糖的消费增长。过度消费之后呢，就是过度的焦虑。大家肯定也会买一定的这种糖或者是高糖的食品来吃，那吃完了怎么办呢？为了消除这种罪恶感，可能就会服用一些抗糖化的产品。我在搜索时跳出来的前10个抗糖产品，宣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糖化反应、
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它会宣称抑制糖化反应，以此来达到这种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甚至是什么防衰老。红烧肉吃过吗？猪肉里的蛋白质和添加的糖在高温中相遇，产生香气，颜色变深，就是一种糖化反应，又叫美拉德反应。我们身体里的糖和蛋白质也在产生这种反应，生成一些物质。这些物质我们把它给叫做糖化中产物，是我们不想要的。糖化中产物可能会导致一些像动脉粥样硬化、阿尔茨海默症啊之类的，这些不能说证据特别充分，只能说是目前有这样的研究。那我吃抗糖产品或者完全不吃糖了，是不是就能阻止糖化反应了呢？那其实这个答案是不是？原因很简单，就算你完全不摄入任何碳水化合物的话，身体它会分解一部分蛋白质，用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糖化反应它其实还是会缓慢发生的。无论是你用什么物质，目前科学界没有发现能够延缓这种糖化反应的办法。而那些抗糖化的产品，它主要含有的成分，它其实就是各种植物的提取物，可能可以起到一定抗氧化的效果，但是抗氧化跟抗糖化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以上这些新兴的抗糖产品炒一时热度，可能风潮很快就会过去。而让我更担心的是那些通过卖游离糖来获利的食品公司。1978年，可口可乐的一位高管成立了国际生命科学学会 ILSI， 听起来看上去是个像样的非盈利科研机构，但是翻看年报可以发现，去年有近900万美元的捐赠收益都来自于食品农业化工企业会员。ILSI 在国内跟中国疾控中心的营养健康所共用一个办公地点，还多次共同主办健康相关的学术交流大会。营养健康所是国内负责居民营养监测和科普的重要部门，而 ILSI 的不少会员都是高糖高热量食品消费的既得利益者。这两者的合作不免让我疑问，普通消费者就算逃过了抗糖商家的坑，是否还是难逃糖工业的套路？游离糖的过量摄入有我们自己生理的原因，有供应链的原因，也逃不开食品工业大财团的推动。而随着大家对饮食健康的关注，去探究过量摄入糖的负面影响，进而控糖抗糖，好像再合理不过。但从另外一面来看，这种关注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放大成一种焦虑，进而让一些商家有机会兜售和混淆一些不存在的产品功能。我们到底吃什么，应该怎么吃，这件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前2年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做《为食物辩护》，他给了一个建议，我觉得非常中肯，然后我自己也很认同。他说我们应该多吃自然生长出来的食物，尽量多吃蔬菜，然后不要吃太多。这个建议我挺认同的，你们觉得呢？最后不要忘了转发、收藏、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